在11月11号，正逢我国人民空军成立72周年之际，我国官方媒体《解放军报》对外披露，我军作战能力方面在近几年取得明显进展，尤其是在运用先进作战装备、提升体系化作战方面，其中就包括了无侦七、歼 16D、运20和空警500等装备。报道中明确提到，我军如今正在构建无人作战体系，而在该体系中，新型无人机无侦七将会是整个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支点。目前，从空军内部获悉，无侦七已经全面投入实战化内容。据称，如此看重无侦七，主要是它的高空长航能力，能够在复杂环境下和敌方地面防空威胁下，迅速抵达预定侦察位置，综合战场态势，迅速捕捉到侦察目标，并将有关数据通过卫星网络传出我国平台，为我军后续的作战机群部署和作战提供有力支持。有观察室指出，无侦七的首次对外曝光还是在我国今年的珠海航展上，也就是9月底的时候。当时受到关注的一点在于无侦七的独特造型，无侦七的机翼是一个棱形翼设计，这在航空史上也是颇为少见的。简单来说，就是机尾位置布置一个前掠翼和机身位置的后掠翼衔接在一起，这样形成一个棱形。有专业人士指出，这种设计有3点好处：第一，可以提高无人机的整体材料强度和刚度，机翼的振动变小，对飞机上搭载的观测系统和各类型传感器的资料收集有着重要提升作用。第二，这种棱形翼在减震的同时，还能够降低空气阻力，能够有效增加无人机的航程和续航能力。第三，这种机翼设计对升力的控制更加灵敏，在简化飞控操作的同时，还能提高机动性能。新式装备固然备受关注，但是也有细心人士注意到，在官方报道72周年纪念日的时候，还额外加了一句话，而这句话的内容似乎藏着一些大动作。在文中提到，经过72年发展，人民空军历史性的迈入战略空军门槛。我们都知道，战略空军是一个现代化的军事术语，也可以简单理解为空天一体、信息火力一体的肩负重要战略作战任务的空中力量。通常来说，具备极长作战半径的战略轰炸机是战略空军的一个典型标志，而这也是为什么我国网友普遍期待轰20诞生的重要因素。而如今，我国官宣中直接透露迈入战略空军门槛，或许暗示着我国新一代隐身轰炸机极有可能在较短的时间内已经形成了战斗力，也连带着中国人民空军迈入这样一个门槛，很有可能会在一个凑巧的时间对外公布。在国际政治中，或者说美国的政治中，了解熟悉中国，这不意味着可能会对我国友善，而更有可能是想要找出你的弱点，并给予致命一击。美国新上任的助理国务卿丹尼尔·克里滕布林克，中文名康达，就是这样的人。此人曾3次被美国派驻到北京，能熟练读写中文，要说有多少能力还没法说，但凡事就怕对比。这个人在美国一大堆甚至连中国在哪儿都不知道的政客里可就显眼得多。而这个人被提拔为助理国务卿之后，从各个新闻中仔细观察，不难发现这个所谓的中国通开始干坏事了。有我国媒体注意到，此人在美国国务院以打擦边球的方式和岛内的商务代表进行会面，甚至于第2天公开在国外社交媒体上放出会面照片，并大言不惭地表示美国有意志想强化在台海的关系。而紧接着外界注意到，台积电方面向美国商务部交出核心数据和机密资料。毫无疑问的，在那场见面中，这个号称中国通的美国高官和岛内一些东西做了一个交易。目前来说，外界不清楚这2个人到底密谋准备玩些什么阴的，但是从后来我们看到的发生的一些事情，比如美国对外的一些涉台海地区发言，美国议员打擦边球，乘坐军机抵台等等，可以预见的是，在这个康达上任之后，亚太地区即将迎来新一轮的动荡。而在如今，这个人在离开美国后的第一站就选择了日本，并与日本当局进行了多次秘密会谈，可以预见这将会是亚太地区局势动荡加剧的新起点。说句题外话，在美国学术界乃至政界都有很多号称中国通的人，但这些人绞尽脑汁想要获得这个名头的真实目的几乎一致。通过之前我国相关媒体报道的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的事情就可以看到，当时是在2015年，当时一个美国学术界的专家沈大伟突然在媒体爆出惊人言论，简单点说就是老掉牙的中国崩溃论。美国当时舆论一片哗然，这种老掉牙的论点都过时10来年了，怎么还有人提，而且还是华盛顿大学的著名教授。在这种复杂心态下，这个论调被快速传播，很快就有人问到了作为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开创者之一基辛格。有人拜访基辛格后就问如何看待这个新出来的崩溃论。基辛格年纪大了，坐久了犯困，就嘀嘀咕咕地说，少看点什么街边小报，更别拿它来烦我。拜访者赶紧解释，不是街边小报，那可是纽约时报，作者是沈大伟。这回基辛格倒是清醒了，也大致猜到怎么回事了，就不动声色地指明，那我知道了，他是想当国务卿了。
从这个事件里，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么一帮美国政治里所谓的中国通，不过是一群追逐名声和利益的政治流氓，只要舆论要什么，他们就说什么。至于真正意义上的美国利益，其实根本就不在这些人的考虑范围内。而如今，这些人正在掌控美国事务，我们必须警惕这些人为了选票干出任何毫无底线的事情。自从美国干涉台海问题后，对岸分裂分子就仿佛有了底气，开始仗着由美国撑腰与大陆频繁作对，跟域外国家勾连不断的同时，还向美国进口武器装备。近期甚至公然承认美军已经在台驻军，一系列危险行为一度让包括国人在内的外界认为两岸一战很可能无法避免。然而就在这个敏感时刻，有媒体爆出台军近日在家门口公然让美军丢了面子，在消息得到证实后，瞬间震动两岸舆论。日前，《自由时报》报道声称，台空军上午9时许罕见在台北部空域驱离疑似美军横田基地的无人机，而美军 E8C、EP3E、P8A 当时也在台西南空域飞行。不过，台媒并没有交代台军到底驱离的是美国什么类型的无人机，以及如何判断出是来自横田基地的。但有分析认为，或许是美国的全球鹰无人机。鉴于台当局与美国如今的频繁互动，这次突然爆出驱离美国无人机，这不禁令外界猜测其中的原因或者目的。难道台方不怕因此事件跟美国闹翻吗？要知道，驱离美国无人机的事件无异于让该国脸上挂不住。先来看看台防务部门近来发布的我军机巡航台海的数据。在驱离美国无人机的当天，解放军出动了2架次歼11、2架次歼10、1架次运9通信对抗机以及1架次空警500机。如果与美军机同时出现在台空域只是凑巧的话，那么在此之前，解放军10架次歼16战机、6架次歼10战机曾于星期六当天一同进入台西南空域。尽管随后台军照例对解放军军机采取了所谓的依惯例派遣空中巡逻兵力应对、广播驱离等措施，但传言在台独看来，16架战机引擎轰鸣很可能预示着解放军要突然行动了。虽然两岸统一是必然的，但大陆到目前为止都仍然是在给对岸醒悟的机会，只是难保岛内不会有那样一群做贼心虚的人，怕大陆突然打响第一枪。或许是基于这样的情况下，台军想用这样的方式与美军划清界限，至于是暂时的还是永久的，当前并不好说。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台军此举肯定惹恼了美军，倘若双方因此产生隔阂，这无异于变相帮大陆解决了一个麻烦。域外国家与台当局破裂了，就是两岸局势反转的开始。毕竟如今台当局之所以这么强硬，就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背后教唆的。值得一提的是，驱离美军机的次日是一个极具意义的日子，解放军空军的生日是双11，也是人民空军成立72周年。而台军这种对美国爸爸的社交牛逼手段，想来是送给人民空军最好的生日大礼。在如此紧张的时刻，没等大陆出手，台军就亲自与美军对着干了，这祝福我们收了。接下来就看台美之后的关系是如何走向了，大陆只需看戏就行。现如今，中美对抗已是不可避免。在霸权主义国家美国看来，任何成长起来的新兴大国都是美国的威胁，因此美国对中国的态度也是恨不得除之而后快。不过日前拜登的对抗举措却遭到了最大的质疑，这一质疑的发出者就是美国前任总统特朗普，也即拜登曾经的头号竞争对手。日前，中国青年网援引美国福克斯新闻网报道称，特朗普在接受福克斯网站独家采访时表示，拜登正在用错误的方式应对大国竞争，这显得美国十分软弱。为了证明这一观点，其还给出了相关的实例来加以说明，比如说中美之间是对抗而非冲突的论调，以及中美间不会走向冷战等等。尽管这些论调确实存在，但是这也只是美国迫于当前形势的一种无奈之举。世界都熟知的一点是，美国对华求饶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有求于中国。现如今，美国正陷入到前所未的经济危机中，失业率骤增，债台高筑，通胀严重，随便一个都有可能成为压垮美国经济的最后一根稻草。因此在这个时候，美国不得不放低姿态。然而在大部分战略上，拜登仍然延续的是特朗普的对抗政策。十分巧合一点是，就在这则报道发布的同一天，拜登公布了一项重大决策。据参考消息，援引路透社华盛顿报道称，拜登表示将会继续实施特朗普时代的禁令，也即延长涉军中企投资禁令。不光是表现在这一个策略方面，实际上无论是拜登还是特朗普，他们的对华立场都是一致的，也即对抗。前面说到过，在霸权主义国家眼里，你发展壮大起来就是最大的罪恶。因此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在未来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中美间的激烈对抗态势都不会有所改变。
那么在清楚这一点以后，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特朗普对拜登的批评，似乎也是在进行自我否定。在他们任职的这5年里，他们的对抗努力都白费了，中国非但没有被打压下去，反而越来越强。所以说，美国从一开始的起点战略就做错了，又何来指望能够取得最终的对抗胜利呢？而关于美国对抗中国显得软弱这一席话，似乎也让一整个美国跟着一起丢脸了。狂妄自大的美国人在面对中国时，也有自我否定、软弱的时候。未来随着中国的发展，这一软弱时刻只会更久。